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岔路上，面前面临两个选择，一条平坦的路，一条坎坷的路，最终的方向都是死亡。啊，你在路口犹豫了许久，不知作何选择，今天求助于我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放在以前呢，其实我应该会选那条平坦的路。我特别喜欢每天过得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，又舒服又开心，没什么压力，能想很多的事情。知道。但是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对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感悟。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活得丰富一点啊，要多经历一些坎坷，要多碰上一些不同的事情，让不同的颜色进来，把你的人生填满，用不同的味道去丰富你的人生，这样这辈子活得才比较有价值、有意义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注定会很累啊。你干什么不累？但是你每天在这条很坎坷、很崎岖的道路上，你会见到不同的人，遇到不同的事儿啊，你要上很多不同的当，挨不同的揍。但是这些都会变成你的鳞片，变成你的盔甲，它会丰富你的人生，让你的人生在以后长很多块肌肉。这些经历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特别的有趣，有趣的人就特别招人喜欢。你想不想招人喜欢？不想，因为我累的时候，我就想傻吃愣喝、糊涂睡，什么事都不干，什么事都不想，多舒服呀。不过我觉得如果让我真的过成那样的生活，我想一想，那时候没准我又羡慕那些比较忙碌、很奔波、有很多事情做的人。人总是这么纠结，是吧？对吗？人都是这样。上学的时候想放假啊，放假的时候想上学，对吧？每天工作想休息，一休息了就着急上班，所有人都这样。明白，你的意思就是要过得丰富多彩一点，有意义一点，对吗？折磨自己。我觉得有你在，已经够折磨我的了，也够丰富多彩了。睡觉吧。睡觉。不聊了。不聊了。就给我欲望都勾引起来了。哎呀，希望我今天苦口婆心的一番话，能对你人生的道路带来一丝丝的帮助啊！哎呀，走了，晚安呐。哎，谢谢。睡个好觉啊。圣爷，您找后。去，把门给我打开。哎呦，圣爷那边是吧？中了吗？没中。发型呢？没乱。去把门开开。圣爷，您稍闭等。嘴！哟，圣爷，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一看这架势，有一种兴师问罪的感觉。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，让您不高兴了吗？少逞没用的。咱俩合作这么多年，吵过，急过，
但好在咱俩的性格都是直来直去的，把话说开了，不留间隙，也就 OK 了。所以，咱俩的交情才走到了今天。你说对不对？没错啊，盛爷。但您一上来就说这种话，你弄得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谁惹您生气了，还怎么着啊？这事说起来还真是有点挂不住脸。本来孩子们的事儿，就该孩子们他们自己来处理，对吧？但谁让我那是个女孩子呢？所以，我也就撒点娇，占点小便宜。哎呀，老哥哥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帮我，占我什么便宜呀？是不是我们家侯爵惹你们家晨晨生气了？是不是，老哥哥？本来咱们俩合计着啊，如果他们俩能好上，那么咱们俩今后在生意伙伴上再向前推一步啊，咱们变成亲戚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说的太对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啊。是啊，是。要是他俩没缘分，那就好说好散，是不是？咱俩继续做咱俩的生意，这毕竟是咱们两个老头子一厢情愿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不喜欢我们家晨晨，没关系。我老年得子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，养了一身的毛病。但就这样，啊，那些功成名就的帅小伙后边都排着队在追他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我相信。盛爷，我说老实话，我们家侯爵找你们家晨晨，作为我来说，我都觉得有点高攀。这是我的心里话。但是我没整明白，我也没听我们家侯爵说过，他怎么就招着你们家晨晨了？怎么就？我说出来，你也挂不住的。您说呀。你们家那儿子可真好啊！不但不保护我们家晨晨，反而还给那个女保镖撑腰，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我们晨晨给骂了一通。这我就接受不了了呀！这个混账东西，气死我了！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？别说您生气，我听了我都生气。真的，盛爷。盛爷，这事儿您先消消气儿啊！我代表我们家侯爵向您和你们家晨晨道歉，真诚的道歉。是我们家侯爵的问题，这臭小子，我回头我一定收拾他。对于你的歉意，我只能勉强接受。但是我女儿这关，我过不了。您这话说的是对的，我知道，晨晨是您手上的掌上明珠。别说您，我听了，我都会受不了。谁要惹晨晨生气，那就是跟您作对。这样，盛爷，您现在先消消气儿，回头去我会所，我来安排明明晨晨的过来。我让那个臭小子过来，当着您和晨晨的面，给晨晨道歉。到时候要杀要剐，任由你们发落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那个女保镖呢？这事儿还不简单，小事一桩，让他走不就得了吗？好不好？老哥哥。哎，沏茶吧。好，沏茶，沏茶。哎，你们公司的装修风格呀，真是不合理啊！喂，你好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侯总
总找我，我过去一下。肯定是晨晨的破事儿。不知道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他让我自己去，没让你去。没事，今天我给你当一回保镖，走。哎，小侯总，侯总他，你就在门口等我吧。侯总，您找我。坐吧。十一啊，算起来你到公司来了，也快有2个月了吧？虽然说中间起起伏伏经历过好几次波折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能一直尽职尽责地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让作为甲方的我很满意。谢谢胡总。我呢，当时为侯爵挑选这个女保镖呢，我是看中女保镖身上的稳重心细，不光是要保护她的人身安全，同时呢，还要约束她的行为，少让她惹是生非。不过现在看来呢，我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。你说2个单身男女全天候24小时都在一起，难免呢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。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。你说就算是养个宠物，时间长了也会有感情，更何况2个大活人呢？这方面我们公司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能跟雇主谈恋爱，我会严格遵守的，您放心。谈不谈恋爱我不管，恋爱可以自由，但是婚姻，侯爵绝对不能自主。这是侯爵的宿命。侯爵的婚姻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，同时也是公司的头等大事。十一啊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现在市场的整个环境不比以前了，公司做的越大，树敌就会越多。只有强强联手结盟，才能够共同的抵御市场的风险，而联姻是结盟最好的方式。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啊，侯爵呢，虽然说现在不明白我的想法，但是人总会长大的嘛。小侯总，你这样听得到吗？终有一天，他会理解我这么做，我是为他好的。还有啊，石爷，方路介意你，我不会放在心上；但是晨晨介意你，我就必须得认真对待了。因为你要清楚一点，晨晨是我为侯爵挑选的未来的结婚对象。那侯总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走。侯总，这跟十一有什么关系？让他走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先出去。没看见我正在跟十一说话吗？这是我保镖，说他的事我听听，怎么了？十一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侯杰说几句。好的。你说吧。为什么要让十一走啊？我是为你扫清障碍啊。我有什么障碍？扫清你跟晨晨之间的障碍啊，这点你看不出来吗？只要有51在，所有的女孩子都会产生误会。这是我当时找十一来做你的贴身女保镖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的。我跟晨晨之间的障碍跟十一没关系，我俩的障碍是晨晨自己，好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他太作，10个我也招架不住。这你怎么清扫？这个不靠我清扫，这个靠时间。你们只要今后结了婚，再过几年生几个孩子，人岁数也大了，人也变得成熟了，一切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，明白吗？
重要，但是这跟11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让他走呢？这不是我的要求，这是晨晨的要求。晨晨提要求，他有什么资格提要求？他凭什么提要求？昨天要不是因为他事情会闹成这样吗？他自己不尊重人家工作，啊，自己给自己没台阶下，丢脸，怪谁啊？可能有人喜欢晨晨这块，但那肯定不是我，我俩的话是没有可能。侯爵啊，明天我会在会所招待盛爷跟晨晨。如果说你拿定主意不想解聘11，但同时又不想跟晨晨好，你就自己去想办法，想想有什么招可以缓和你跟晨晨之间的关系，你明白吗？这不仅仅是晨晨的意思。盛爷公司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，我都不用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很清楚了。闹成这样，没有必要。啊，行啊，那你就设个宴，正好让你看看晨晨是什么个德行。我马上收拾东西走人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想得美，给我找完麻烦就想走啊？没门儿！告诉你，老实待着能不能？我要见你，马上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哦。小敏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啊？非得现在说？你又干什么了啊？嗯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有人转走了我们账户上的2000万。啊？你被黑了你？哎呀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我怕钱放着不安全，就转到国外一个朋友那里，让他帮我们卖套房嘛。你不是一直想离开吗？我得安排好啊。你呀，就把心放肚子里。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，只是吓一吓侯志荣吗？等侯爵走了，就把钱还回去。对啊。你拿钱买了房子，我们拿什么去还给侯志荣？马勇，你赶紧把钱转回来吧，咱们把钱快点还给公司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你不要再管了。马勇，黑小区的物业公司和知荣网站，我是为了帮你出口气。侯爵的小区和知荣建设都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，但是你这个简直太严重了，万一被警察发现了怎么办？啊？那大不了我就去坐牢。小敏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大学毕业就进这家公司了，我给他侯志荣打杂跑腿当助理，我挨了多少年我才挨到这个位置啊！我给他回避了多少风险，创造了多少价值。为了表忠心，我跟傻子似的，我主动不要高薪，他有多给我1毛钱吗？没有。
他只知道榨取我。我现在拿他2000万算什么？这是他侯志荣欠我的。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侯志荣，他一直利用你，他说话不算话。但是这样，你既然不信他，怎么可以走啊？为什么我要走啊？他许诺我做公司接班人的，你知道的。他跟全公司的人说，我比他的亲儿子还要亲，公司需要我。我傻，我信，我全信他的话，所以我把公司利益、他的利益永远的放在第一位。那天，我在病房门口亲耳听到他对侯杰说：“马勇工作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但他是外人，外人就有外心。”外人就有外心，所以不得不放。我努力了13年，却换来了他那么一句真心话。他所谓的感情，都是利用。你这样做会后悔的。你在犯罪，我们逃不掉。我只希望你每天开开心心的、平平安安的。我不想你坐牢。南姐，哎，你周末去哪儿了？我看你发的照片，好美哦。度假酒店，准女婿开的。女婿真能干，酒店那么漂亮，还靠着海边。还可以吧，刚开始营业。哎，你们要想去的话，我这有 VIP 卡，可以打折的哦。你这个女婿啊，真是又能干又体贴，真是难得。羡慕吧？羡慕死了。快看资料吧。你说这包他能喜欢吧？应该可以吧，这么贵。哎，这不那谁吗？你老熟人。蓝琪。谁？小华总，蓝总这是陪女朋友逛街呢。啊，人呢？蓝琪，你看我这身衣服。蓝琪，妈，这衣服真好看。爸，11。不是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那个阿姨不是周6过生日吗？我说买件新衣服，大家高兴高兴。啊，过生日啊！不早跟我说，阿姨看好哪件了，我刚来给你买了。身上这不错是吧？旁边还有什么店？咱们看看。走，阿姨。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其实我都说不过了，但是蓝七说她有消费卡，不用就过期了。对，不用就太可惜了。用什么消费卡呀？别给我省钱，走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你们这是要……哦，他来给我刚带11去逛街去了。不是，刚买个包吗？那个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，阿姨、叔叔。走走啊！哎，那我走了。11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。我跟人说的好好，你老解释什么呀？老拆我台干嘛呀？我拆你什么台了？你连话都不让我说，我还没收你呢。你刚才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，你不准跟他们解释啊！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他什么人呢？这啊，趁我不注意跟你爸搞好关系，最讨厌这种人，套路这么深，你要远离这种人。我告诉你，人家跟我爸妈10多年前就很熟了，好吗？熟怎么了？熟就能这样吗？啊，正面不够招，背后挖墙脚。你说他什么行为？什么行为这是？
说话呀！你看我干嘛？他什么行为？怎么了，叔叔阿姨？你们真要是觉得我会介意侯总送11礼物，你们就真的想多了。那包真的挺贵的，凭我对11的了解，他是绝对不会收的。那是那是肯定的。再说了，我是我，他是他们。我认识11的时候，他还上小学呢，对吧？对。他从小那么多人追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对，但我们家11是很专一的。叔叔阿姨啊，我呢，爸妈走得早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心里面是把您二老当爸妈对待。11忙，我替他孝敬你们。蓝琪，你能这么说，阿姨这心里，是个好孩子。行了，咱们吃饭去。好。听蓝琪说，那包挺贵的，11要是不要多可惜啊！给我呀，在二手网上可以卖不少钱呢。俗气！你看看，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？一把年纪了，还是没有幽默感。懒得理你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11跟他处到什么程度了。你发个微信问一问呀。问也没用，他肯定说是工作关系。但是我看小猴那个眼神儿，骗不了我。哎，你说要是11真爱上了小猴，那怎么办？蓝琪这边，好事儿啊，两个人一起追呗。有个竞争对手，他们两个都会更在乎11，而且11也能更明白自己的价值。对，在引进竞争机制方面，你可是行家里手。当年我也是枪林弹雨，一路厮杀，血溅当场啊！我怎么会嫁给你呢？你跟我到这儿干嘛来了？你不要送我吗？谁要送你了？你家那么近，自己走回去。我还有约会呢。这不就有竞争机制？哎，你把你那个爸妈电话给我一下。干嘛？你每天跟我在一起，对吧？你为了我出生入死啊，是不是？你一旦有点什么事儿，那我作为这个老板，我得第一时间通知你父母。不用，万一我有点什么事儿呢？你可以通知我们公司，公司会通知我父母。你公司通知那是公司通知，对吧？我通知那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我得直接通知你父母，这显得有诚意啊，做人。哎，行了啊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你赶紧想想，一会儿去了餐厅，怎么跟那个晨晨道歉吧？我道什么歉？我不道歉，我现在要电话。我跟你父母先把关系搞好。哎，这么一来呢，这事情慢慢就正常的发。没电话。你那个小齐子还没联系你呢？没有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正常啊，这人这么沉得住气吗？啊，城府挺深的。那是个人就比你有城府。行了，
我在这儿等你，进去吧。啊，记着啊，耐心点，顾全大局啊。希望这个陈大小姐今天能好好发挥，让我爸长长见识，见见她这个蛮横的嘴脸。走了，祝你好运。崔处长。哦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现在才到啊？你看都几点了？我跟你说的是几点，啊？还不赶紧给晨晨道个歉？光道歉多没诚意呀！说买包去了吗？哎，陈大小姐，这个面再收下啊。有眼力劲儿啊！收下，看看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我让我儿子再重新给你买一个。马上去买。还行吧。哎，好了，来，儿子，拿起你的酒杯，来，盛爷。哦，我呢代表我儿子给晨晨和盛爷赔个不是，道个歉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我儿子太不懂事了啊，多多包，多多包啊！我有什么罪啊？你惹人家女孩子不开心不高兴了，这个对男人来说就是一种罪过，明白吗？那我这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那赔个罪，我也给你赔个罪。哎，这下就对了嘛。嗯。哎，志荣啊，哎，非常感谢你啊！就是为了他们这些小辈的这点小事儿啊，还得劳您亲自出将。哎呀，盛爷，您这话就说的外场了。年轻人年轻气盛，脾气大，这都可以理解。闹闹别扭，关系反倒会更好。你忘了咱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拌没拌过嘴，吵没吵过架？对。晨晨，那时候我跟你志荣叔叔在一块儿合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谁也不相信谁呀！架可真是没少吵啊。对呀，我跟你说呀，那会儿你爷爷退位，我进公司，我年轻啊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是盛爷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帮了我很多的忙。我们俩经常为一些生意上的事儿，俩人坐下来拍桌子摔酒杯，什么事没干过，对不对，盛爷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还不是好好的。我觉得人既然有缘相识，大家就要重视这个缘分啊！我跟盛爷都看好你们俩。好。侯爵，你那个女跟班辞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丫头，这事行了啊，过去了，何必跟一个小丫头去较劲呢？是吧？爸，我不是跟他较劲，他就是个跟班，我犯不上。我去让他滚蛋。晨晨，替你侯叔叔说句话，那女孩真不能滚蛋。那女孩是我专门从俺某公司请来保护我儿子的。她原来是运动员出身，拿过冠军，拿过奖牌。她的业务能力那绝对是杠杠的。有她在我儿子身边，盛爷你也知道，我就这一根独苗，我这心里会踏实不少。是。怪不得他那么来劲。越是这样，他越得走。你先，可是人家没做错什么，干嘛要走啊？他怎么没做错啊？他欺负我，讨厌他，这够吗？晨晨，够。这样，侯叔让你今天心情愉快啊！你这样，把您师爷叫进来，给晨晨道个歉。您说呢，盛爷？这是个好主意啊！只要把人叫来，双方一见面把事一说开了，这什么事也都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去，那我去不了。去不去？你们开心就好啊，你们开心就成。
你怎么出来了？那个，得让你进去给晨晨道个歉。就我给我爸个面子，晨晨怎么说都不行啊！咱们就道个歉，多的什么也不说。好，那我说什么？你就说我给你道歉，就得了呗。走吧。他还没联系你吗？谁呀？小旗子。没。是不是根本就没信呢？我是不是遇到对手了？你到底进不进去啊？走吧，走吧。感谢，来。啊，来指指，对，侯爵，11，这个就是11啊。晨晨，11也来了，你们好好聊啊。各位好，陈小姐好。这位女侠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陈小姐你好，之前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惹您生气了，多见谅。我在这儿向你道歉。道歉了，道歉了。这一刻我等的头发都快白了。来说说，你做错什么了？丫头，行了啊。不行。你说我做的哪儿不对，那就是哪里不对吧？我就想问你，那天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出丑的？我没有。你有。你这是给我道歉的态度吗？晨晨，人家已经说道歉的话了，干嘛还揪着细枝末节不放？坐下。算了，看到侯爵送我礼物的份上，我不问这个。这样，你把这杯干了，咱俩就是好朋友。陈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酒我不能喝，这是我们的忌日。我就是你的忌日，让你喝你就喝。他真不能喝，他们这个行业有规定，这上岗的时候就是不能喝酒。那你要就看着生气，这样吧，反正你们这朋友做不成了，我替你把这酒喝了吧。不是。你干嘛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凭什么替他喝酒啊？你这道歉还哪有诚意了呀？酒都喝了啊，咱别没完没了的了。可以啊，我不没完没了。这样，你把这杯干了，这杯干了我就算了。我真的不能喝。晨晨，这是人家这个职业的规矩，有这个规定，对吧？咱们最起码得尊重人家职业吧。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他的职业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分分钟就能让你把工作丢了，你信吗？你不就是一个跟班的吗？你不就是一个人肉盾牌吗？你不就是一个看门狗吗？不许侮辱我的职业！我就侮辱你职业了！晨晨，干嘛呢？滚！行了行了，为你说的话道歉。我不道歉，道歉！我就不。出。11，行了。把你也看见了啊，情况就这样。我们也来道歉了啊，那后面我们就不管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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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侯爵，你给我回来！侯爵，我叫你给我回来！去死吧！
陈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次是我的原因，我就不应该带你来跟他道什么歉。你要生气，你抽我2下，别生气。我抽你什么呀？我想抽他。现在就回去抽他，走。行了你。怎么办啊？现在弄成这样。现在该想怎么办的应该是他。哎，我爸已经看清他的丑恶嘴脸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没有机会再出现在生活中了。胡觉，你看看，你等着啊，等我好消息。爸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太不像话了，您的面子都不给啊！他今天做的确实挺过分，他太过分了，就没有他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陈真在里头不依不饶的，他爸也觉得面子挂不住，他非要我们把51解雇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他有什么好不依不饶的？骂人的是他，泼酒的是他，他现在有什么好发言的？不找他慢慢不错了，他还不依不饶的。何觉啊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结这门情吗？我知道，您不是为了这个公司发展吗？知道就好。那接下来你应该清楚怎么做。不是爸，我们公司发展没有他我们一样发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让我跟他在一起，那不是要把我逼疯吗？就算你最后没有跟陈晨走到一起，我们没能多这个友军，也不能因为51而多一个敌军吧，对不对？51最近在几次事情上的表现是很不错，我从内心来讲，我是不想解雇他的，但是不能因为他而伤了我们陈家的和气。这么做太不值了，你说呢？对您来说是不值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认识11之后，我其实重新认识了一遍我自己。我现在对金钱、对幸福、对责任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我有了一个概念。我以前我整个生活就是混沌的，我对世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我现在刚刚才能一点一点看清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要结果11啊？他说的话都是真理吗？啊？为什么他说什么话你就听，我说什么话你不听？那我说的话是不是全是废话？因为他没说，他只是在做，我只是在看。我们不能因为陈晨无理取闹，把11解雇了，没道理啊！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今天还非得让51走不可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，是不可能的。我没有让谁给我建立世界观，这都是你什么都别说了。你的一切是谁给你的？啊？要是没有我们的家族公司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你没有资格来反对我，你也没有资格来选择自己做主。马上让他走，马上。立刻！不可能。侯爵，我估计我还没把话跟你说得够清楚。你现在拥有的这所有的一切，全是我给你的，包括51在内。跟安保公司签合同的是我，付他薪水的是我。我现在随时可以解除跟他的合同，根本没必要征求你的意见，你的意见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受伤啊？啊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想伤害你，我是要让你明白一点，什么叫现实。你的未来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要。不要？你不要什么？你是连家族的继承权都不想要，是还是不是？如果
我要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，任你摆布。我不要。如果让我跟你选中的女人结婚，我不要。如果一切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，我不要。我感谢你的养育之恩，我以后一定报答你。我感谢你给我的一切，今天我如数奉还。来，给我腾个地儿，晚上去你那睡。什么事没那么废话啊！我要离开公司，离开侯志荣，赶紧！什么情况这么突然？不突然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如果是因为我，别闹了啊！我跟侯志荣的事儿，跟谁都没关系，啊！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。回来了，哎，我煲的有汤，喝点汤不？不在家吃饭了，以后都不在家吃饭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了？又跟他爸吵架了？这次比吵架更严重。他说，他要离开他爸，出去闯一闯。哎，那怎么可以？他没有这个能力的。知道吗？他从小他就没有受过苦，你说他就这样一个人到社会上去，他怎么受得了的？他受不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放心吧，就是闹闹小孩脾气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是，哎呀，他呀就是打小就任性。放心，这2天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他。别哭，别哭！那回头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啊！哎，好。杨姐，这个家里其实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啊！你别难过，我自己这好好混，我肯定早点回来接你啊！不是，每次跟你爸拌了嘴都没事儿，这回。怎么会就弄成这样呢？你我爸他不讲道理，现在。其实也有我的责任，他为了维护我，跟侯总闹僵了。对不起啊，张姐，别难受。等一下。
等什么呢？去收拾东西啊！再等一会儿，没准你就改变主意了。不可能改变的，赶紧收拾吧。行，那我收拾东西了。你连这个也带走啊？你不打算回来了？这个放这边我踏实啊。给，我给你收拾的换洗衣服。好。哎，这些拿着。哎呀，这我不可能再拿黄志荣1分钱了。这不是侯志荣的，这我的，拿着。更不能拿了，你赶紧留着自己买东西，别给我，我有的是钱。拿着，你不拿着我生气了啊！拿着啊，拿着呢。好了，不哭了。舍不得你。没事。你要回来啊！哎呦，我出去好好赚钱去。不哭啊，乖啊。舍不得你。我走了，张姐啊。走了。走了。走了，张姐，先别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些歌没有一首能匹配我现在的心情。什么心情？开心呀，高兴啊，感觉自由，感觉很放松，我觉得很洒脱，很潇洒。你真那么高兴吗？特别开心。如果你后悔了，我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的。不可能，没有可能，往前开，不要停，不要犹豫，右转弯，一脚油门冲到底。行，那你就先高兴着，以后有你受的。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几个人给你拿一下。熊孩子，叛逆期没过呢吗？离什么家出走啊？这是，服了。带这么点啊？阿姨也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招谁惹谁？怎么太草率了？我要跟侯志荣划清界限。早该这样了。房间好了吗？好了。都给你空出来了啊！但是你别嫌弃啊，跟你的豪宅可比不了。定金都带来了，会嫌弃你？拿着，滚！拿着，滚！我撒了啊！你就是撒，塞钱像有钱烧的你，败家孩子！走了，走吧。
侯总，张家来了。啊，跟他说我马上下来。好的。哟，张姐，这么晚了怎么来了？我睡不着，所以给我煲汤喝。谁给你煲汤喝？什么汤啊？凉瓜猪肚汤，去火的，正好喝。不是给你煲的，我给侯爵煲的，还没来得及喝，就搬出去了。他没说他去哪儿吗？没说，什么都没带。那谁跟着他们？跟着的，亏得有11跟着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回搬出去跟他以前出国留学可不一样，那时候家里可是他的坚强后盾。张姐着什么急呀？这孩子啊，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在外头遇到麻烦了，受气了，他自然就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说话呢？啊？哎，你说你们父子俩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有什么事不可以心平气和的好好商量吗？非得这么一天到晚就这么吵。你说他妈妈在天堂看见你们俩这样，他怎么想？喝吧，把汤喝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先回去了。二位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老大，要按你这么说，你爸现在真的已经是可恨到无可救药了。你看吧，但凡有一天他真栽我手里，我绝对帮你好好惩治。那是我爸。开个玩笑，我就帮你过过嘴瘾。你爸多强大呀，哪轮得到我惩治人家是吧？那个话说回来啊，你这离家出走离的是不是有点太彻底了？多一双袜子都不带啊？今天这是11在我身边，我跟你说不方便，要不然我衣服我都不带，我光着屁股撒丫跑来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哎，刚吃完，别恶心人好吗？你这撒丫子，接下来想干什么呀？开公司啊，明天开始我就筹备公司。然后你也帮我注意点，先帮我招点人，我可能前期需要个几10个员工，然后明天我就找高级写字楼，我就开始租办公室。哎呦，行，我听着都吓人。你看我这饭馆不大吧？我这么小个饭馆，你知道做起来费了我多大劲，吃了多大苦吗？你还招几十人，你真敢说呀？你本来就吃不了苦的人，你还是……你别废话，瞧不起谁呢？真不是泼你冷水啊，猴子。你别看那些人说什么白手起家，你以为真是白手起家吗？你起码你得有个启动资金吧？你干这行的起码得先有一电脑吧？我这反正没电脑，你不能上街抢去吧？钱不是问题，啊，不是问题，钱在哪儿呢？什么呀？玉。哪儿来的？我妈的。
猴子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它卖？特别值钱。猴子，那个，我觉得不至于吧。这个因为毕竟是阿姨给你留下的，还挺重要的，你赶紧收回去。那个，要不行的话，什么呀？我就暂时抵押出去，我周转一下资金，对吧？下个月买回来。不是，我说认真的，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把我。你把你什么？你有玉啊？我把我玉这方面的关系人介绍给你吧。我给你问问啊，我们家大厨好像有亲戚干这个的。天哥，天哥，大子，哎，有事问你。转转转转。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你家有个亲戚是干什么玉石买卖的？哦，你说的是我亲哥，他开了一个收购收藏玉石的店，啥子事嘛？亲哥，亲哥，那还行。好了。你哥这次捡着了，啊！你跟你哥说，我这有一块上好的玉，我押给他，先给我押个500万。500万？500万？那必须得你们亲自拿给他看，行吗？不是，你帮我问问能押多少钱？那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哈，我们哥这个人呢，有点怪兮兮的。什么叫怪兮兮？就是性格有点奇怪。他有句口头禅噻，哎呀，凡事都要讲个缘分。他呀，只要看得顺眼的人，随便说啥子都可以；只要看不顺眼，哎，随便你做啥子，理都不得理你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性格。你得了吧，这听着不靠谱，你赶紧收下来算了，收回去咱想别的办法。是缘分，缘分啊！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去。那我把衣服换了，我们就出发。现在就去啊？去啊，我节省钱呢。你得了吧，你这大晚上的，人家肯定睡觉。算了。不睡，白天不开门，晚上才开门呢。你看看缘分。你等等，这去不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我还有事呢，晚上今天去不了，明天再说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联系一下了。那个猴子，我觉得吧，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吧。想好了。哎呀，来，放心吧。来，喝点汤吧。啊，谢谢，你坐。谢谢。十一啊，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从智荣建设出来之后，我准备自立门户，跟我爸划清界限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，是让我跟我爸有联系的，就是你的合同。所以呢，我准备啊，在我这2天拿到钱之后，我去跟你公司直接签你跟我1对1的合作关系，我让你正式成为我的人，怎么样？没那么复杂，我的合约里规定要保护的人是你，所以无论你是侯爵还是小猴子，都一样。哎呀，好呀，啊，看到你这么靠谱，我就放心了，啊。来喝点汤，来。不喝，我刚喝过，给你的。都是缘分。红姐，早。早，马总。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小田辞职了。这下你们就不能再拿我八卦了。什么事儿的事儿啊？上周末下班前做了交接就走了。啊？怎么那么突然？什么原因呢？听说是个人原因。现在的女孩子啊，太随性。哼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
您拨叫的用户正忙，请您稍后再拨号。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哎，你好，那个田敏在吗？你是？我是他公司的同事。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他。他搬家了。搬家了？那什么时候搬的？3天前。哦，前面2、3个铺子就是我哥的铺子了。哎，那个他哥那儿，他哥把这点生意，想办法把他支开啊！啊，大表姐，那个天哥他哥哥吧，不太喜欢女的，不是他那个店吧，不让女的进去啊？还有这种规矩啊？是啊，我咋个不？你是吧？啊，是，对，是。我们哥年轻的时候好像遭受过感情的重创，一般都不见任何女性。哎，那太惨，特别是美女。他见到他就啥子都不会说，太惨了，太惨了啊！你放心，我们在里边能。哦，到了，就是这，很快。哦，就是这里了。来，很神秘啊。哎，没事，这是我们哥自己的铺子，安全得很，在外面等一下吧。来，把门关。哥，你们都来啦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哥就是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老板，我们的老板的朋友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叫亮哥就是了。亮哥，你好。您看看啊，我这一块玉。现在能值多少？开门啊！啊，开门，开门！开门的好东西啊，翡翠，冰种，帝王绿啊，东西不错吧？那你说我这个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，差不多可以卖30万。30万？也还行。你这市场现在不太景气吧？景不景气呢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嘛。不过呢，东西是好东西，没有必要出手嘛。玉啊，它就是讲个缘分。既然到你手里，为什么要把它出手呢？啊，留着它呢，有个念想，而且以后啊，还有大把的升值空间呢。他呢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现在身无分文，就剩这一个东西。哎呀，哥啊，平时他们对我还是可以的，你就帮个忙噻。我要是有别的路啊，我也不舍得把我妈留给我这东西当掉。既然你能把它拿到我这里来，那证明我跟他也有缘分。要不然这样子啊，我给你10万块钱，你先把它压在这里，半年之内
有钱就把它赎回去啊，实在不行拿别的东西来抵当，我收你一点点的利息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行啊，那我就先把这东西放在您这儿，你帮我好好看管啊，我是肯定会把它赎回去的。你们可以走了，到时候钱我打到你卡上啊。要得，那我们就走了噻。哎，走，先装好。谢谢。走，大哥，我们走了啊。站住！手头的东西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。抠。谢谢。长真香啊！秦国的。还吹牛呢，还500万。说了市场不好嘛。哥，我走了。好。哎，你哥全不权威呀？哎呀，那个鉴宝栏目都让他去当评委，他硬是没去。你说他专不专业嘛？人生啊，就是浮浮沉沉，他到我这沉沉。你进去干嘛了？卖什么东西了？卖什么呀？他哥那有2个项目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投资一。大项目。既然这钱投资不出去，我就给你交个房租吧，不能白吃白喝你的。滚蛋！真不要？你本来就是白痴。行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谁呀？小敏，你让我进去，啊？你走。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啊，你跟我说呀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？我现在不想见你，我不想跟你说任何话，你走好吗？你要是不让我进去的话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会去的，你哪儿都别想走。你到底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？你自己看，我是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你的，我都找到你了，你能躲到我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小敏，啊，开门，开门！没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不辞而别，说走就走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以为你出事了，吓得我一路上胡思乱想。
马勇，你现在走得太远了。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会真的很心疼你。但是我不可能再帮你了。我无法面对我的良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帮你了。我知道，你都是为我好。我行，不用再帮我了，我也不需要你再帮我了。但是你答应我一点，小敏，你答应我哪儿都别去，你就留在这儿。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马阳，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吗？也要带我远走高飞的，你就听我的手吧。小敏，我说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，你相信我。我求你了，你不。你这2、3个月你就不要来管我的事儿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能不管呢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呀？你就不能为了我们你放手吗？小敏，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凭什么我要放手呢？为什么非要我放手呢？为什么呀？我的生活，我们的未来。我有错吗？把我该拿回来的拿回来，我有错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我要他崩溃，明白吗？崩溃！我要他崩溃！没睡啊？睡不着。哎，你相信星座吗？星座？我不太懂星座。不过小时候我妈教我看过几个星座，什么天狼星啊、猎户啊、织女这些。以前他们工作忙，经常不在家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星星。现在雾霾这么严重，根本看不着星星。我以前老看星星，但是我不是看星座啊，我是找我妈。我爸告诉我，我妈没死，说我妈变成了星星在天上陪着我。我每天就在家找我妈。后来买了望远镜，天天看。你说我当时要是不学设计，我们祖国就多了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。那今宵决胜无人共，卧看星河尽一明。哇，夜晚阳台数星星，1颗2颗3、4颗。有文化。啊，谢谢你陪着我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啊，谢谢你陪着我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该见之人。反过来说，要想见到该见的人，就一定要走一段不得不走的路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如果在家，我也能很舒服，能舒服的躺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想，我想多一些经历，我想多出来多闯荡，我想让自己变得丰富，变得有趣，我想让更多人喜欢我。
我本来是想过来劝劝你的，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因我而起。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经历一下挺好的。好。哎，你小时候见过流星吗？见过啊。我从来没见过。那你的人生也不是很丰富。没准今天就能看见呢。哎，啊？什么？玻璃反光。这不无聊啊！你停这路边吧，不往地下去了。盛达公司突然把预制板的价格上调了8%，说着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这样我们很被动啊。那我们都是按这个进价报给客户的，他要是上涨了那8%，那不就是等于让我们赔进去了吗？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对方就是不肯让步，说是公司领导的意思。侯总，我们这一级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这盛爷啊，看来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了。反应够快呀。对付我可真是不含糊。小侯总，所有的车钥匙、银行卡都在这里了，帮我转交给侯总。然后我现在要回我的办公室拷贝一下我的个人资料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进来。侯总，这个是小侯总让我交给您的。是。小侯总真是个……这臭小子，居然跟我玩真的！他放弃了一切，向我宣布独立了。您那么的爱他，公司眼下这个时候他这么干，那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走吧。他还是个孩子，做出这种事儿就是不懂事儿。您啊，千万不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伤了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。他如果还小，我就当他是不懂事儿，我可以原谅他。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哎呀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这父子哪有隔夜的仇嘛？他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出去闯闯也没什么不好，多吃点亏，这样就成熟了。他不知道这外面的世道有多艰难。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从小性格就叛逆，非要向我证明他能够独当一面。
挺担心他的。妈呀！这么多年，我们翻过多少山，挖过多少坎儿，经历过多少的分崩离析和背叛。虽然四面楚歌，但是从未众叛亲离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你让我喝口水吧。哎呀，天气冷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还有什么要拿的吗？没了，什么都不拿了。有他就够了，走吧。我以前没发现这楼这么高啊！哎，你要说我爸的生意做的也不错，我一天混的什么都不是，还老跟他对着干，挺有意思的哈。去给你爸道个歉，就跟他说你想明白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好好工作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混成什么样，好与不好我自己高兴，对吧？这车怎么冒烟了？啊？小心！小心，快走，快走！你又扑我干什么？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十一啊！十一啊！哎，十一！十一！怎么回事啊？这咋了这是？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马总，这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你快来看看去。安保部啊，我是马勇，这楼下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出事了，侯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那么慌里慌张啊！就刚才，楼下发生了爆炸，就在侯爵的车旁边。侯爵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侯爵在现场，但情况不明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不行，我也去看看。你确定吗？我去。哎，侯总，好，怎么了？侯爵没事，没事了。你确定吗？毫发无损，但是51为了保护他受了伤，人都去了医院了。哎，你没事？幸亏有保镖啊，幸亏有51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11在，不然侯爵就完了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这心脏！哎，您慢点儿。您慢点儿。你现在赶紧去现场看看，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不用管我去，我去。您放心啊，别着急。
警察先生，这个现在事情的调查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应该还好吧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。哦。哎，大夫，哎，他这怎么样？已经缝合完了，患者清醒。缝针了？对。缝多少针？缝了10针，他在左肋部啊，一个皮外伤。啊。那今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那个回去以后按时来换药。那他这严不严重啊？也不算什么太严重吧，啊，就是一个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内脏。那医生，那谢谢你啊。侯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。那个，你等我等他出来看他一眼，好吧？啊，侯先生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呀，就跟警察去吧。好，走吧。那你们看着他。好，你们看着他啊。放心。哎，周全，你跟着一起过去，照顾好侯先生。好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放心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有点小伤。十一，侯爵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，一直守着你来着。刚刚警察把他给叫的，叫他配合调查。他没事就好。十一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周全代替你24小时保护侯先生。你就安心养伤。哎呦，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真的，没2天就好了。这是纪律，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而且呢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陪病人去留班室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十一啊，我已经让公司那边对这次事件进行评估了。你放心，应该有提升，而且还有嘉奖。谢谢赵总。喂，侯总，我刚从爆炸现场回来，基本确认是一辆电瓶车电瓶老化导致的，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不然你现在去医院看看51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侯爵搬出去以后住在海星那里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姨啊，今儿晚上你就炖个参鸡汤吧。对，经纪公司呢特别忙，给侯总补补身子。好，谢谢。饭店呢，虽然离智荣大厦不远，但是需要拐几个弯才能到。你也看到了，这条街经过的车辆不多，很具有隐蔽性。11痊愈之前，新的保镖一直都会在。之后呢，不要让11离开侯爵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做。11只是完成了每个保镖都会完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对不起。我这么做可能有些自私，但是11跟侯爵之间有一份格外的感情在里边。不管他们现在承认或者是不承认，有11在侯爵身边，我这心里踏实。好，我去跟赵总说。哎呀，倩倩，
答应我件事儿，好吗？你说，不要再当保镖了，啊？太危险了。我不出外勤的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，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到底怎么办？我一个人，我有心脏病，我会受不了的。对不起。我答应你。我会难过的。有我的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！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喜事了。你可跟我说过，除非结婚回归家庭，否则绝对不离开公司。哎，这话好像就像昨天说的似的。我们还没到那一步。现在呢，只是我男朋友，他想让我享受生活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辞职我可不能批。你什么时候拿来结婚证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批。赵总，我看把你吓的，就那么怕把自己剩下？也不是，主要吧，很难找到一个挺合适的。公司也很难得遇到像你这样优秀的教官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请1个月的事假，之后要继续想辞职的话，可以再来办手续。女孩子只要一恋爱啊，就容易冲动。行了，这件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赵总，谢谢你。我对你没别的要求，就一条，必须幸福。让公司的那些女孩子们都看看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同样可以得到美满的归宿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帮他搬下去。放下，伤口撑开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天想让不耽误干活。下去待着去啊，别捣乱了。赶紧下去。走，下楼。来啊！吃饭呢？你要不要来点？哦不，你吃吧。汤来喽！来，十一姐，你尝尝这个汤啊，好不好喝？要是觉得不够咸呢，你就放点盐；要是觉得不够香呢，就放点这个葱花。反正侯爵哥交代了，要像照顾月子一样的好好照顾你。哎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你跟我也来玩呗。这是十一姐专属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哎，给你喝吧，我也不。别，还是你喝吧啊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
哎，把那床直接搬对面那屋啊，咱把双人间变家庭房，还能涨涨价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这床搬走了，空间倒是大了不少啊。但是我这边我缺一张桌子，我在办公啊，对吧？还缺。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嘉裕城看一看。嘉什么巨城？哪来的钱？创业阶段能省则省，这我得给你严格把关啊。没事，回头我把我后厨那门板子给你稍微加工，给拿过来啊。大哥，我做设计，我拿门板子我切猪肉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那个挺艺术的，弄完特别符合你那个设计师的 feel。行，那把我之前给你那个椅子拿回来给我。要不然我把我那椅子给你吧，我那椅子特别舒服。不用，我要我的就行。哎，那个跟我很多年了，我直接送给你了，好吧？我要我的那个。你那已经不在了。什么叫不在了？就是不在了。哪儿去了？它大概变成了50斤猪肉、60斤鸡蛋，还有很多盘炒饭。你给我卖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你这椅子做的白瞎那么多钱，你都变成一个椅子卖，我自己不会，我用你卖。行了，想想别的啊，什么衣服什么还有吗？得换换了。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把你的脱下来给我。哎，哎呀，咱俩这身形不一样，这个钱不能省啊！走，哥带你消费去。椅子能给我卖了？以后啊，你这个消费水平这方式啊都得改。今天呢，我先带你适应适应，买东西只能来这儿买。一会儿呢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怎么那个讲价，好不好？给我展示一下，一会儿。这边。看看袜子没？袜子怎么卖啊？3块。哎，来了你。还在。这个我哥们儿想挑2双袜子。展示吧。你这个多少钱一双？3块钱一双。3块钱一双。你给我10块钱，我来3双吧。啊，行。你傻呀，10元3双，人家3元1双。啊，那个4双。行。起来吧。20，10双，8双。别，咱这关系9双。8双，要不要？掏钱。什么叫8双？我让他聊10双。你闭嘴吧，败家孩子，给钱。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追！该追！别追了！这个慢点。1、2个。几双啊？10双，占2双。败家孩子懂事了啊，出息了，挺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罗先生，怎么这么晚没休息呢？没事，睡不着，下去找11聊聊天。啊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就去了。我先看会儿视频。哎呀，看什么呢？以前得冠军的视频，前天发我的，到今天正好7年了。你们以前比赛，那训练特苦吧？不过还是挺感谢那些日子的，让我后来面对什么都不觉得那么苦。其实我最近一直想找你聊聊。
一直想谢谢你，但是我又说不出口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跟你相处久了吧，我觉得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有点过了，换了别人也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这两天一直想问你呢，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很难支付保镖的费用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那天去天哥哥哥那儿到底卖了什么？不是去聊投资嘛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。我妈不给我留块玉佩吗？我拿那个换了点钱，先周转资金，过2个月赎回来。你妈给你的玉佩那很珍贵，你怎么能卖了呢？不是卖了，我算是抵押在那儿，然后她先给我拿一部分钱，我先用，然后我会赎回来的。行了，在你赎回玉佩之前，你不需要付我任何保镖的费用。那不行，我没再跟你商量，这是我履行合约的先决条件。你靠这个生活的嘛，这个就这么定了，晚安，早点睡啊。我是不会不付你保镖费的，你是肯定会收的，你一定得收，你不收不会收的，我也得给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得给你。再来说，我可能付不起保镖费吗？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去交接方案。求你帮我一次，收手吧。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如果对方把方案卖给别人，咱俩更被动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几点？在哪儿？你这个再往这右边稍微调整一点。哎，好，就把它固定好啊。你这边摄像头再往左稍微来调整一点。忙着呢。哎，要不吃点？不是，你先吃，我把这弄完啊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这个装上不拆了吧？不拆了。那挺好，那挺好。哎，好，把这个固定好就行啊。好。哎，行，这位置挺好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天哪，房子退了？退了。会不会太着急了？他让我退的，他说要我好好享受生活。我还向赵队提出辞职了，不过没被批准，让我先请事假1个月。保佑，祝福。马路对面向东500米，屈臣氏旁边好好的咖啡厅，交给一个戴着黑色口罩在看书的女人。
还没给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干这种事儿。先付钱。钱已付，查收，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。好。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收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弄一个。哎，我帮你一块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自己来。这了吧？差不多。是吧？嗯。哎，我在网上买的床单被罩，换什么？好，我把被子收了。放那边。我来了。你别弄了，你都受伤了。我没事儿了。没事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。给我吧，行不行？我来。我弄。OK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动了啊，慢慢收拾，以后买个大房子给你收拾。啊？田哥，哎，这2天呢，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店里你多费心啊。要得，你放心。卫生还是得把关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还有那个，就先这样。行，那我去忙去了。好嘞。好嘞。叔叔，您找谁？哎，小梅啊，这户的小姐姐你看到了没有啊？谁？那个姐。什么事儿？你找谁呀？麻烦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之前搬来的这户的一位女士，您看见了没有？哦，不知道哦。来，谁让你随便给别人开门的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
大夫，嗯，我这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这纱不能拆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。好吧，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医生说我恢复的很好，没事儿。换个药还兴师动众的，我说就不用来了。不是你这也是为我受的伤嘛，我肯定得来看，我必须得来。现在看见了，放心了吧？你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要干嘛去？拜托，我现在不是你保镖，我能不能安排点自己的生活？安排自己生活可以，但是得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妈过生日，我能请个假吗？那我勉强答应吧。谢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今天内容还挺多的。是啊。回去还有几分钟。先回去好吧。喂。对，我是。什么？啊，那我马上下去。你们这是？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阿姨张英男啊，嘴真甜。我是张英男，没错。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侯爵的朋友啊。美丽的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看到了吗？小猴呢，请人给我唱歌；蓝旗呢，晚上请吃大餐。这就是竞争的好处。哎呀，可惜我的生日还得半年呢。在这边，这边请，谢谢。得多喝水，您这个年纪啊，一天至少8杯水。妈，爸，哎，你来啦！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出不来呢。必须得来啊！哎，给你买的生日蛋糕，你最爱吃的水果口味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还是我闺女贴心。嗯，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家人难得聚一次。就是，这又买衣服又请吃饭的，让你破费了。什么破费？吃个便饭而已。哼，咱们上桌吧。嗯，走，走，上桌。哎呀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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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美妈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宝贝。阿姨许个愿吧。好。
哇哦！哇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又是十姨妈的生日，这样，我朗诵一首诗，助助兴。我爸又要做诗了。你爸今天扮演诗人。别捣乱啊，认真听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，欢迎表扬，拒绝批评。那一天，你从车上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你仿佛丢掉了坚硬的铠甲，变回一只慌张的小鹿。妈，说你呢？谁慌张了？那一刻，我怀疑我们从来不曾分开。一定有人偷走了我的记忆。你离开我的这些年，我的生命竟是一片空白。余生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生日，我要每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今晚的梦。精彩！现在，谢谢谢谢。都把我说成老妖婆了，真够肉麻的。还吃不吃饭啦？咱们拍张全家福。哎，来来来，服务员，哎，让我们拍照，来拍照拍照。到那边去拍。嗯，好。把这个蛋糕带上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十一，你到这边来。我就在这儿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是不是？没有。保护那个小猴受的伤是不是？我这都是小伤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伤还能疼成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十一，这个保镖咱们绝对不能再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保镖不能再做了。没事的，阿姨。你看人家，我绝对不能同意再干这个事情了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你看人家等着呢，拍照拍照。那就快点拍。小姐。可以了。啊，阿姨你坐，快坐快坐，不要着急。我跟你讲啊，十一，你以前受伤那是因为你是运动员，那是为国争光。现在算什么？啊，一命抵一命，凭什么呀？我们的命就比别人低贱吗？啊，不是，英楠啊，你别打岔。我原来就以为这个小猴他再惹事儿，他也就是小孩闹闹，打打闹闹的啊，不会怎么样。这可倒好，都受伤成这样了。跟他没关系，兰琪，阿姨拜托你了，十一，你真得帮帮他，他不能再做保镖了。我不能眼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的孩子把命丢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妈。我不管，辞职，马上辞职。我怎么能辞职呢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了，辞职说呀！你倒是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跟你妈好好说。别跟老人争执，没用的。辞职。十一这个孩子太拼命了，保镖这个工作坚决不能让他再干了。我说英达，当时十一见义勇为立功的时候，是谁骄傲的不得了？
要不然挺得倍儿直。那个时候看把你嘚瑟的，上街可遇不见小偷，老想着有机会也冲锋陷阵一把。那能一样吗？那是见义勇为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，我骄傲，我光荣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11救了小猴的命，别说光荣，至少是积德的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危险，现在咱们国家做保镖是最安全的，刑事犯罪少多了。你换有些国家试试，那才叫危险呢。冷血，三观不合，不聊了。我是热血，万观不合，早点睡吧。谢谢啊。就住这儿。哦，对，住这儿。有没有太委屈自己啊？没有啊，这儿挺好的。客户的情况临时出了点变化，就临时住一段时间。行吧。今天阿姨生气呢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她也是担心。但是现在确实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慢慢来吧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也喜欢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辞职的。我理解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一点没有变，还是满腔热血的。其实吧，我还挺为你骄傲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侯爵现在的状况，先别告诉我爸妈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放心吧。伤口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恢复得很好。还是注意安全。慢点开。休息吧，晚安。拜拜。这是干嘛呢？聊得不错嘛，话挺多呀。确实聊得挺好。妍姐结婚呐？啊，有聊到这个事儿，不过具体时间还没定，定以后告诉你。晚安。来，马总。马总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今后只要有需要，我们一定还会竭诚为您提供安保服务。谢谢赵总啊！你看你培养了那么优秀的员工，合作的又特别愉快。既然咱们这个合同解除了，那现在51就是自由身了。好。那赵总，咱们赶紧签我跟11的合约。小侯总，你怎么这么急啊？那我带马总来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无缝连接嘛，马上签约。来。哎呀，小侯总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赵总，那我先告辞了。请。不送，不送。慢走。你出走了以后啊，你爸心情很差，身体也不好。这人啊，
一下子就老了很多，这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其实呢，你才是他精神上唯一的寄托。有空回去看看他吧，给他点安慰，啊？行，我知道怎么办啊，放心吧。父子没有隔夜仇。咱们签约吧，赵总。好啊，纸笔都准备好了，来你看看。哎呦，蓝总，欢迎欢迎啊！赵总，你好。我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只要11的合同到期，我就跟他来签约。我今天是来签合同的。哦，好。哎，蓝总，那你正好来晚了。我跟赵总合同已经签一半了，马上签完了。哎呀，蓝总、小侯总，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客户。哎呀，这事怪我，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协调好啊。要不你们二位这样看行不行？既然两位总都想和51签工作合同，那11你来选择怎么样？我都签了一半了，还有什么好选的？我觉得赵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让11自己选吧。11，我们集团的度假酒店马上就要开张了，我想请您过来做安保顾问，制定安保计划，培训人员。这事我跟叔叔阿姨也商量过了，他们很赞成。我本人也很希望你过来。我没事儿，你自己选。蓝总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，相信不难找到更适合的人。王总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走了，赵总。啊，我送你。太靠谱了，我把合同签了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这就对了。什么？你辞职了？啊。你辞了职，你靠什么生活呀？大舅当然是靠朋友啦。就是借咱们车和别墅那个。那个我更正一下啊，那个是我男朋友。变化多端呢。看到没有，我当时怎么说的？还死不承认。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呀。哎呀，那不是刚确定下来吗？进来。妈，怎么了？
呀？这么严肃，怪瘆人的。芊芊，你这个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看我们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都没露个面儿。做正经生意的，是做那个建筑设计，家族企业。多大了？55。和你爸差不多啊。啊，他结婚了吧？结了。不是，妈爸，你们别误会啊。他老婆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有一个儿子，这么多年呀，他也没再婚。他倒是挺重感情的。哎，那孩子呢？孩子给谁了？能给谁呀？这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想让咱们芊芊啊一上来就跟别人当后妈。哎，芊芊，你辞职跟他有关系吧？啊，是他让我辞职的。他觉得呀，我那份工作太辛苦了，想着让我享受生活。他儿子多大了？跟我差不多大吧。那你跟他儿子挺合适呀。呀，你想说什么呀你？爸妈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着让我找一个经济能力不错的、成熟又稳重的人吗？我现在找到了呀。可是我们没让你找这么大年龄啊。对呀。妈，他真的对我特别好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年龄在我这儿不是问题啊。芊芊，妈知道，这么些年你在外面闯荡不容易，大城市开销大，你在这儿举目无亲，什么都靠你自己。我和你爸管你要了不少钱，可是我们不是为自己，我们是怕你月光族乱花，我们都替你攒着呢。真的，我们1分钱都没花，家里买的房子也是给你的啊。我们是想啊，万一哪一天你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，回家总得有个窝吧。等交房的时候，你回去签个字，房产证写的你的名字。妈，那可是芊芊，你听妈说，我们是应该早告诉你，不应该让你承受这么大的经济负担。芊芊，我和你爸没有能力给你更多，我们只能替你守着。你现在成这样，我和你爸有责任。妈，你们有什么责任呀？那我现在怎么了？芊芊，不管他多大年纪，哎，我们见一面还是有必要吧？爸，你是真不了解，他特别忙，他事情芊芊，我和你爸就是想你带他，让我们见见。算了，别难为孩子了。能见啊，他早就拉来见我们了；没见，他一定有没见的原因。咱们还是别住这儿了，孩子有苦衷。他应该来跟你们见面。爸妈，他作为你们未来的女婿，就算再忙再累，也应该来见一下你们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现在就跟他联系。稍微这儿给我按一按，对，稍微用点力。芊芊，家里人玩的还行吧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缺什么跟我说，我直接叫人给他们送过去，啊？什么都不缺。这是。
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看你气色不好。岂止最近特别忙啊，你主要见我见的少。我一年365天，360天都这么忙了，手底下又没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什么事都得我自己亲力亲为。面对一大帮大鬼小鬼上下乱窜，没办法，都得面对呀。哎呀，做点事儿真是太难了。我妈说，她要给你做好吃的。是吧？你妈手艺肯定不错。我妈做饭可好吃了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？明天，让我想想，明天下午公司有个例会，完了以后呢，我要跟马勇去见个客户，明天肯定不行。那后天呢？后天？后天好像也有个会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我这事儿我得给马勇打个电话，我得问问他，因为平时我的工作行程都是他在安排。你当老板的怎么什么事都问别人啊？哎呀，我的助理嘛，工作的事都交给他了。那到底哪天后父母见面呀？他们过2天可就回去了。啊？哎呀，没有关系呀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到时候咱们俩去看他们。到时候我再请他们出来吃饭，没事儿啊。我爸妈知道你的年纪了，你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一点也不介意。是吗？他们挺开明的。你安排个时间嘛，一起吃个饭啊。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，等我这事儿忙完了我再说，不着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是。你见不得人吗？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父母见面？我没说不跟你父母见面呢，我说最近事情太多，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去见他们呢。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什么？我说，你要不要娶我？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结婚？你会结的吧？什么叫会结婚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给我句准话。倩倩，这事儿从长计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认识时间还，双方了解时间，我觉得还不太够。即使双方了解够了，我先表明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但是你知道我有孩子，那侯爵很大了，我这事我还没跟侯爵商量，他到底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从长计议啊，不着急。急什么？咱们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挺好的这样，你不觉得？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。我肯定想过，不着急聊这事儿，这儿都有人呢。这事咱们俩私底下再聊啊。这儿，你按这儿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哎呀，我这腰，哎呀，他怎么揣的这么准呢？正好揣我这腰眼。哎呦！
气消了吗？我很喜欢你，但是真的不想结婚了。我太累了，累得无法承受婚姻之重。可是我好想有我自己的婚姻，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孩子。我希望我们的喜爱更纯粹一些，真的喜爱对方就不会给对方压力，在一起就要开心，有一天不开心了，就友好的分开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会努力的做个好太太，让你感受到婚姻的美好。给我时间，我可以改变你。你在哪儿？我要见你。还是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叔叔阿姨在这里开销大，给我一个卡号，我打笔钱给你。收紧那一套吧。滚！虽然时速只有51迈，却是我觉得最帅的车。加油！兄弟啊，你这个再帮我打5份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海星饭店吧，我们最多10分钟就回去了。别人再帮我拆一下。好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你不是高估了自己，
你是高估了别人，还有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冲动，我太想结婚了，以至于以为别人的想法跟我一样。我错了。遇上一个哪都合适，自己又喜欢的人，换了谁，谁也控制不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只想养着我。我做不到。你肯定做不到啊！你有能力工作，有能力赚钱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干嘛用他养啊？就你这性格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我一直以为吧，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当钱和自尊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？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是你想得到的越多，你就要付出的越多，以至于付出一些你根本就不可能付出的东西。这大道理好像都明白啊，就非得撞了南墙的时候才能死心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想太多。现在想明白了也不晚啊，还有我呢。你可别提你了。你看看咱俩吧，都这么大岁数，到现在个人问题都没解决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想想都愁死。乐观一点嘛。佛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经过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共勉。开心点儿。我心里多难受啊！不难受哈。海星啊，要不你下去啊？能不别这么怂啊？看不人的时候天天要见人家，这来到楼下你又不去，你是海星还是海螺啊你？能说话就说话，不说话别说话啊！你懂什么？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这个爱是放在心里的，保持距离，距离产生美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人家还爱放在心里，搭理你吗？我给你叫他上吧。你这芊芊，走了。这干什么？你这个人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下，你只是没出息。我希望她好，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祝福人家好吗？她开心我就很开心，不一定要得到的，爱是放在心里的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搭不搭理你还爱放在心里？大白姐，芊芊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怎么了？海星，你最近有什么心愿吗？就芊芊开心幸福就好。你能不能收起你那副虚伪的样子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不能像个男的？是，说点真心话。那我希望他立刻分手，可能吗？但不可能。恭喜你，愿望实现了。啥？分了。不是我不是幸灾乐祸，这事情，但是这是个好事儿，这样芊芊才能开心嘛。那个男的就是个混蛋，早该离开她了，始乱终弃了。我怎么觉得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呢？我上哪知道是谁去啊？反正混蛋不都一个样吗？像这种渣男就得立刻斩首。不是，人家就算分手了，也没说给你机会，你在高兴什么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趴窗户看蹦跶下去那种怂样，我看就上火，丢人。都是没出息。单身就是有机会，单身就是有机会。这做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！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
我要的是能够全面超越前两稿的设计。你们做的是什么？啊？我要的是超越，是灵魂的东西。你们这叫什么？这叫微调。微调谁不会？微调我一晚上就能做出来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侯总，全面的超越一定会动到结构里的，让大家拿下去做。交上那里只有这些。目前公司现有的设计师里，结构能力强的没有，所以让大家去做这种国际大型项目的方案，难度太大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公司没有人去外边找，到外边找高手回来做。我们已经找了，而且真的找了一圈了。很多人听说包小涵辞职的事情都不太愿意过来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现在开出最优惠的条件，还不如人家现在的薪酬。你帮什么狗屁设计师啊！这是国际级的大项目，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们，不知道珍惜，一个个全钻到钱眼里去了，一点境界都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得拿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吧？啊？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包小涵和侯爵请回来，哪怕请回来一个也行。包小涵的能力在设计部是无人能及的，而且侯爵的结构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。侯总，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小涵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小涵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眼下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去办吧。散会。去哪儿玩了？咱们一会儿。你姐呢？她说她马上来了。钱钱，钱钱，哎，赶紧吃饭。啊，快过来吃饭。哎呦，今天安排我们去哪儿玩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眼睛怎么肿了？你哭了？哎，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芊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今天咱们得从这儿搬走。怎么了？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就不能住在这儿，得回我那儿住。还有，车也得还。没事儿，女儿，还就还。你爸坐那车，还晕车呢。我早就不想坐了。没事。就是，我也不喜欢这房子。我找个指甲刀啊，我还得楼上楼下的到处跑，这一天要跑好几回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。哎呀妈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姐，是不是？如果真是他欺负你了，你告诉姑父，
姑父一定不辜负你，我糟蹋他。姑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两个吧，就是想法不一样，就没法在一起了。是，不合适就不合适，谁还离不了谁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闺女儿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这些天呢，我们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也该回家了啊。不就有俩臭钱吗？装什么大义巴郎啊？姑，别那么说他。都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听我的，啊，咱们收拾收东西，今天就回去。闺女儿，你看，你职也辞了，房也退了，要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就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回家。咱回去。是啊，甜甜，我们这几天吧，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芊芊，你啥都甭怕，你爸你妈呀都为你打算好了。是，有这大家的认子，天塌不了。爸妈，姑父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去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回去。我在这儿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因为一个不合适的人就丢了这一切呀！我不甘心。对，闺女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赶紧的去上班吧。是呀，女儿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吧。来，快吃。一会儿收拾东西，咱们就回去了。来，快吃。来，先吃饭。女儿，吃饭啊。嗯。你好。你好。麻烦帮我把这2把钥匙交给你们侯志荣侯总。车呢，我已经停在地下车库了。好的。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你什么都不需要说，给他就好。好的。赵总好。赵总好。哎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要收回辞职报告，辞职的决定太草率了。我同意你收回你的辞职申请。谢谢赵总。我也相信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位真正对你好的人。1个月事假的事不变，咱们善始善终，啊！把家人送回去之后再来上班。赵总，假期不需要了，家人已经回去了，我要求回来上班。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归属感；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内心的力量。报告，要求恢复训练。30分钟后，队员列行训练就要开始了。怎么样，钱教官？跟我跑跑，先热热身。是。走。赵总，我还有个要求，那个宿舍给我住2天呗，我找到房子以后马上就搬走。哎，我说钱教官，你占公司便宜，你没够啊你！啊！不是，赵总，不是赵。
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要拉黑我？为什么不回我邮件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不要这么折磨我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把文件交给一个白发老人。街头暗号：打倒老渣男。等会儿，那个你是不是？大爷，哎呀，还真是您哈，就是你大爷，我怎么了？您这是来哪出啊？你能不能扯轻点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化妆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不让你难堪？坑自己朋友老爹的钱，你让我认出来，你不嫌丢人啊？得，您还是为了我是吧？这破事儿您说的还挺硬气。行，咱谁也不说谁啊。差不多半斤8两。行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你这小兔崽子跑得还挺快。那就得了，找一地儿一块吃口，好好聊聊吧。等，大哥，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吃饭。咱不是一路人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您是奸细叛徒。弟弟，你叛变小猴，我叛变老猴，是一回事儿，知道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对侯爵没什么，我就针对那只老渣男。老渣男，哎，我想听听到底他怎么渣了。哎，真的，告诉我，那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啊。大爷，您现在就是很帮我了。
不愿意扯，那就算了，走吧，各回各家。等会儿，我说您很帮我，这就是跟您客套一下。客套归客套啊，剩下那20万你得赶紧给我。放心，人给我钱，我一定会给你钱。只要你想着要钱，办事儿就一定会靠谱的。靠谱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走着。哎，你包不拿吗？我来。走着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你帮我找一下胡总。哦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胡总今天全安排满了。你跟他说侯姐找的，我们认识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还挺麻烦。胡总，呀，果然是你啊！是，我还以为重名重姓呢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助理51。胡总好。你好，来坐吧。上次见你还是出国之前呢。哎，短短几年不见你，现在都成大设计师了。也没有，谈不上设计师。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我爸公司。然后自己也没做什么独立项目，所以算不上设计师。哟，这么谦虚啊，比你老爸还谦虚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挺好的。最近行业内的一些聚会，我都没时间参加，一直在出差。有些问题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。没事，您问。你老爸的公司是我们行业内数1数2的。比我这小公司大多了，拿到的工程也都是一流的。很多设计师想进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主要是想出来自己锻炼锻炼。我爸公司虽然大，这个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是也晒不着太阳了，也经历不了风雨。我想多经历一经历，然后让自己成长一点。哟，不错呀。志存高远，要给你鼓掌。谢谢胡总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胡总是这样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我现在还在筹备。对了，我有一些，我的作品，还有我上学时候设计的一些作业都在这里边，您都看看，都留你这儿。可以，回头我仔细看看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想跟您说，我从志荣建设出来了，我现在独立了，啊，单独干了。您后面有什么小的招标项目想着我点儿，让我参与投标就行。你放心，侯志荣的儿子，我一定照顾。别，胡总，我凭实力争取，您给我机会就行。哟，说你是侯志荣的儿子还不高兴啦？也没有。好，有志气。这点也随你老爸。难得你在创业的时候还能想到我，我一定会留意。哎，
你现在这公司在哪儿呀？有几个人？我公司现在，我先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这不都刚起步嘛，然后规模也不大，公司现在暂时就我们2个人。哦，那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这公司啊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接到的案子啊也不多，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们再出去多走动走动。哦，是，我这回来也就是也来看看您嘛，然后我等一下还约了那个彭总的公司啊。那就太好了，多跟彭总聊一聊啊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成好啊。哎，那您忙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走。好。一口一个侯志荣，你说要不说这3个字，他是不是话都不会说了？这本来就是你老爸的关系，离不开他也是正常。什么时候能摆脱我爸这光环呢？太要命了！设计师是靠作品说话的，在没有作品之前，你只能是你老爸的作品。你这还挺有道理说的。咱俩今天打车走吧，不挤公交。打什么车？地铁就在前面呢，走吧。进来。胡总，我有个朋友是志荣公司马勇马总的秘书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他听马总说是侯志荣认为侯爵啊太不争气，不准备把公司交给他，侯爵一气之下才走的。他还让我啊千万别告诉别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彭总啊，侯爵去你那儿了吗？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呀，有点复杂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哎，彭总，哎，我到楼下了已经。啊，这么急啊？下次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。他说他要出差，那怎么办啊？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，走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彭总约好了，我叫侯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进来。彭总，侯爵来了。彭总，彭总，你还没走，这太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联系吗？啊？是我不是怕后面碰不见你吗？我这有个方案，我想赶紧来给你看看。你呀，真的是跟你爸一个样，哎，喜欢把别人逼到墙角。出差啊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啊，回头再联系。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怕后面你没时间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赶紧给您看一看。哎呀，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这样吧，干脆啊，我直接跟你说了算了。我啊，根本不出差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侯爵啊，看在我跟你爸曾经同过学的份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熟悉的那些公司，他们都不会雇你的。阿玛，我不想泄露自己公司的机密，我这样说够明白了吧？啊！
扔了它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就不信所有公司都忌惮你老爸。忌惮我老爸就能不尊重我吗？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的心血，因为他是我爸，人家看都不看，当成垃圾啊！有这样爸有什么好？真的假的，爸？太爽了，报应终于来了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知道了啊，拜。咋了呀？啥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我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侯爵跟他爸闹翻了，他已经被他爸赶出来了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找活干。可惜他全约告奶奶，完全没有人愿意给他活。我这听着怎么这么解气呢？当然，就凭他喜欢他那个保镖，他也够 low 的了，活该。姐妹们，我现在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好主意，我一听你这计划，我瞬间都不累了。咱走吧。走，完全 OK。再叫几个人，走。好，我要去看他落魄的样子。你贴了什么？你自己看这不狗啃的，你给我干行活呢是不是？老板，自己舍不得钱不去贴膜店贴，叫我贴，我哪儿贴的好啊？舍得对，行，那贴膜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啊。我贴还不行吗？越来越油，跟天哥学的是不是？你把那牌子露出来。海星买新车啦？2手的。我看呀，怎么也是8手。这海星就是喜欢折腾，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。你看一眼谁来了？我知道，他刚刚微信我了，热烈欢迎啊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们几位用餐呀？侯爵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几位美女找侯爵有何贵干啊？带我找他去。这边去，小心。这啥？小心台阶。太破了吧？你说这挺 low 的。哎，慢，小心。好，快来。我看这谁呀？看看。好久不见。来，进来坐。进来啊！哎，来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有发霉的味儿呢？发霉的味儿。是没味儿了。是。你们自己坐啊。你就睡这床，应该都没你人高吧？
够你睡吗？我平时折着睡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在这体验生活啊？这我不是丰富人生吗？在这。他真太寒酸了。寒酸吗？我这自己布置的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行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知足常乐。我今天也不是来寒碜你，主要是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，Coco、Lily， 你见过？哎，你好。这3位呢，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重要人物，要给你牵个线搭个桥，是飞翔集团董事长的3位公子，大飞、二飞、3飞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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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雪中送炭，感不感动啊？非常感动，大老远的。毕竟咱俩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是不是？啊？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呀差一丁点儿就成了这位侯大公子的女朋友了。哎呦啊！我要是当时没有看明白啊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我就要天天在楼下餐厅吃饭了。对，当时幸亏这个陈大小姐及时醒悟啊，才没有落入我的魔爪。哪有啊，这是你侯大公子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。成龙！走，走了。来，走。不坐一会儿了？自己待着吧。这怎么能给我床给坐塌了呢？真不争气。真没想到啊！没想到什么？你呀，有勇气，愿意他来。我是看看我抗压能力怎么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好像不怎么样。照现在看，他们过的生活，我如果想过上的话，靠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够。那就是你以前的生活。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现在我又走进了一个死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懂我心情吗？前面后面都是路，但是我哪条都走不通。在公司吗？帮我个忙。哎，马总，侯总不在。上哪儿去了？啊，侯总在天台呢。侯总，小韩回复了，他说他不想回来，他要去旅行。等了他2天，居然给我这么一个答复。是啊，什么东西呀？再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今后他出去旅游，公司报销。不是他是今天的飞机。我不管他是今天还是哪天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不能让他走。侯总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他不听我的。我明白了，我来给他打，他还臭来劲了。
喂，侯总。喂，小韩啊，我是侯志荣啊。马总说，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上回丢方案那个事儿，我正在气头上，所以错怪你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啊！我侯志荣现在郑重地向你道歉，并且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回来，好不好？侯总啊，您言重了，道歉谈不上的。其实那次吧，我也真的太激动了，我还想着找个时间给您道歉呢。小韩啊，你知道，瑞吉酒店对设计师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国际级的大项目啊！很多设计师这一辈子，也许都碰不上一回。能够完成这个项目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公司来说，意义非常的重大，明白吗？还有啊，你可能也已经听说了，侯爵已经离开公司了，他的离开，跟你完全是不一样。他离开就离开吧，虽然说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劝他回来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责任心、有才华的极具潜力的优秀的设计师。你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。虽然说我侯志荣这个人平时不太表人，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那绝对是无可替代的，明白吗，小韩？所以啊，我希望你做工作呢能够善始善终。公司啊现在压力很大，我的压力也很大，我们都需要你啊。那个侯总啊，谢谢你的信任，可是，哎呀，小韩，就不要可是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围山九仞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啊！你说呢，小韩？公司的全体员工都盼着你能够回来，我在公司等你，啊，那就先这样了。不过侯总啊，喂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十一，走。走吧。干嘛？这太带感了吧？这个大机车是不是？哎，看着点儿啊！干嘛呢？我看你。对不起。我要是会骑就好。你可以啊，你来试试。你可以吗？来，有点高啊，这个。我扶着你，慢点啊。这个感觉，这感觉不一样啊！这应该。干嘛呢你？这多重你知道吗？压你腿怎么办？多亏你。这车给他俩真的白瞎了。给你就不瞎呀？给我，帅不帅？嘿，这车不错，大机车配我，如何？配你一般。不是想出去兜风吗？这个最合适了。给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带你兜兜风。带你兜兜风啊！下来吧。上车吧。好好的啊，咱进去吃口东西吧。我不吃，你别在这站着呀，注意安全啊，搂点腰。哎，慢点开啊，重。都会带上。按秩序下哈。来，我们到了，
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不要落在车上啊！来排队，拿着排好队，好吧？来，你下我来拿来，哎，好。来，大家带好自己随身物品，不要落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落下东西。我们是出发口登记口的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大家跟上啊！后面的不要掉队，跟上。干嘛？给你了，给我，你拿着吧。谢谢。大家跟上啊！我亲自给你做的爱心海星炒饭，尝一尝。你自己做的？嗯，这也太可爱了，还有个小笑脸。这个他们都没见过，专属的。好香啊！尝尝。还行吧。好好吃啊！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！哎呀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